我男友凯文，舞姿是名法医，而我被他当年协助判刑的刑满释放犯绑架了。绑匪将炸弹绑在我身上，怒目圆睁地吼道：“你是凯文的女人吧？让他立刻滚过来！”我被迫给凯文打电话，他接起时语气满是不耐，都说了我工作时别打电话。你烦不烦？我急急忙忙解释，凯文，我被绑架了，他们是来报复你的，你千万别来救我。话没说完，手机就被绑匪抢了过去。扬声器里清晰传来凯文的声音：“米歇尔，你疯了？我都说了在上班，这种事也拿来开玩笑。你知道威的猫困在树上3天了吗？我再不救它，它就死了。你为了让我回家，居然编这种理由，不如直接说你快死了。”我看着身上的炸弹，计时器上的10分钟倒计时已经开始跳动。够了，别再编瞎话。对威来说，那只猫就是他的命。要是猫出事，威有个3长2短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这时，扬声器里传来一个甜软的女声：“凯文，你太厉害了，竟然真的救了我的宝贝猫咪。”随后，电话被挂断。绑匪骂了句脏话，晦气。这男的根本不爱这女人。我们绑错人了。绑匪和同伙离开后，我望着身上的炸弹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滚落。连绑匪都能看出来凯文不爱我，我却要到生命最后一天才幡然醒悟。凯文口中的威是他的青梅竹马维奥莱特雷。我和凯文刚谈恋爱时，他说维奥莱特就像他的亲妹妹，我信了。等我察觉不对劲时，早已深陷爱河，无法自拔。无论何时，只要维奥莱特一个电话，凯文随叫随到。就连第一次见我父母时，他一句怕黑，他就毫不犹豫地丢下我们，转身赶了过去。他甚至没解释原因，只丢下一句有事。当时我拉住他，求他看在我父母的面子上留下，凯文却冷笑：“米歇尔，我和威20多年都是这样，你要是受不了，就别想嫁给我。”我一直自我安慰，说他只是把维奥莱特当妹妹，心里还是爱我的。直到临死前，我才看清真相。凯文从来没爱过我，维奥莱特才是他唯一在乎的女人。炸弹爆炸前，我给凯文发了最后一条短信：永别了，愿来生永不相见。第2章，我的身体被炸得4分5裂，早已面目全非，灵魂飘在半空中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残骸，没有太多悲伤，死亡对我来说反而是种解脱。不知飘了多久，凯文终于赶到现场。他跟在一群警察身后，负责现场拍照，记录细节，偶尔和同事交流几句。一名警察说，现场发现了火药残留，可能是自制炸弹，目前还不清楚受害者身份。凯文皱着眉打量我的尸体，我莫名开始紧张，心底竟升起一丝荒谬的期待。如果他知道死者是我，会后悔吗？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，盼着能从中看到一丝熟悉的痕迹。可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站起身，初步判断是女性，从衣物碎片看穿着时尚，可排查20到30岁之间的失踪女性。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。他根本认不出我。是啊，他从来不在乎我，又怎么会记得我的模样？现场勘查结束后，我的尸体被运往警局，灵魂也跟了过去，最后坐在了凯文车的后座。凯文坐在副驾，开车的是他的同事兼好友威廉·诺克斯。威廉说：“凯文，你手机关机了，雅各布森局长找你，还特意打我电话转达。”凯文眉头紧锁，像是想起了什么烦心事，还不是米歇尔那个烦人的女人。都说了工作时别打电话，他偏不听。尽管早已习惯他这样评价我，可看到他脸上毫不掩饰的厌恶，我还是感到一阵窒息，仿佛有只无形的手攥住了我的心脏。威廉轻叹了口气：“凯文，米歇尔或许只是关心你，别对他太凶了。”凯文冷哼一声，没接话。他打开手机，第一条弹出的就是我的短信。我的心瞬间揪紧，他会不会从短信里察觉到不对劲？可他脸色皱沉，语气烦躁，这叫关心？居然跟我说永别。
说完，他拨通了我的电话，可我再也无法接听了。电话无法接通，他的脸色更难看了。好，米歇尔·菲尔德，你最好永远别回来烦我。话音落下，他毫不犹豫地拉黑了我的号码，自始至终没考虑过我可能遭遇危险。心口的钝痛渐渐麻木，我对凯文再也没有任何感觉。我早该明白的，他从来不在乎我，也不会对我有半分体谅。既然已经死了，又何必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？就这样，我跟着尸体来到警局。很快，凯文推着我的尸体走进法医实验室，准备进行尸检。不知为何，自从见到他，我的灵魂就被牢牢束缚在他身边，既无法离开，也无法脱离这尘世。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解剖我的身体。第3章，尸检报告很快出来了。受害者年龄约26岁，生前遭受过虐待，最终死于炸弹爆炸。重要的是，经检测，受害者死亡时已怀有2个月身孕。凯文话音落下，现场一片寂静。虐待、爆炸致死，2条生命消逝，这些字眼组合在一起，透着刺骨的寒意。我震惊地盯着自己的腹部，不敢相信，我怀孕了。那个小小的生命，我甚至还没察觉它的存在，就被迫一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眼泪再次滑落，凯文却只是叹了口气，太可怜了。希望你们尽快破案，还受害者一个公道。我手头没别的案子，可以跟进这个案子。我看着他，发出一声冷笑。如果他知道受害者是我，还会说这种话吗？尸检结束后，凯文神色凝重地和威廉蹲在警局后院抽烟。威廉说，情侣哪有不吵架的？米歇尔要是生气了，你就哄哄他。凯文嗤笑，哄他？只会让他变本加厉。上班时间打电话威胁我，下次指不定就会装死骗我。他不知道我是真的死了，不知道将来真相大白时，他会不会后悔说过这番话。可我已经不在乎了，现在我只想永远离开他。见凯文不听劝，威廉只能无奈叹气。警方先从失踪人口入手调查，威廉在办公室排查了几天，只找出几个符合条件的失踪女性，却都对不上。就在这时，凯文的手机响了，是维奥莱特打来的。凯文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刚才去你家找你，没见到人。凯文连日熬夜，脸上满是疲惫，可听到维奥莱特的声音，立刻挤出笑容。我在忙一个案子，等忙完就陪你，好不好？维奥莱特的声音带着撒娇的软糯。可是凯文，我想看恐怖片。你不在，我不敢看嘛。以前你总是陪着我的。凯文非但没嫌他打扰工作，反而耐心安抚，等案子结束，我就请假带你去度假，好不好？维奥莱特随意应着，好吧。你在忙什么案子呀？凯文答道，一个女人被绑架后死于炸弹爆炸。我们正在查她的身份，推测她和绑匪有过节。他语气温柔的轻笑，细节就不跟你说了，你胆子小，听了会睡不着的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他还有心思担心维奥莱特害怕，却从没想过我可能在哪里遭遇了什么。从头到尾，他对维奥莱特和对我就是截然不同的2种态度。挂了电话，凯文继续看着威廉比对失踪人口数据库和受害者信息。排查到半夜，依旧没有匹配的结果，案子陷入僵局，现场一片沉默。凯文盯着我的尸体，开口道，把受害者特征公开吧，看看有没有未报案的失踪人员。威廉点点头，立刻联系了当地电视台。不到10分钟，我的案子就传遍了整座城市。没过多久，凯文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我正茫然地站在他身边，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，瞬间回过神，是我爸爸。他焦急地说，凯文，米歇尔失踪好几天了。他的特征和警方公布的受害者一模一样。